太神奇了，朋友们！我在四川深山的悬崖脚下发现一个山洞，洞中竟然有人居住，四周与世隔绝。是什么样的人会居住在这样的地方呢？看看对面这一片悬崖峭壁，蓝天白云，犹如一幅水墨画一样，真的是非常壮美和漂亮。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上面有一个山洞，这边也有一个山洞。咦，这下边也有一个山洞，这个洞口竟然发现两面很高的石墙。我们用无人机过去航拍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太神奇了，朋友们，竟然真的有人居住在这个山洞里。我们看一看，这个大叔的年龄应该在50多60岁哈。是什么原因让他要隐居在这个山洞呢？我们看到这个崖壁脚下是有一条小道，从这边呢一直走过来，延伸到这边，也不知道走哪里去了。应该是从前面这哪个地方呢可以上到这个悬崖上边去。那么他的唯一出道呢，就是从这条小道跟着过来，然后呢进入这个山洞中。因为再往这边走呢，也是悬崖峭壁，根本没有办法出去。下方呢又有一条河流隔断，所以他唯一出山的路就只能走这边上这条路。真的是神奇哈！他为什么要居住在这样的地方，而且是洞口垒了石墙，就像活在这个原始时代这种感觉哈。就是这个山洞，上方是悬崖峭壁，下方是一片森林加一条河流隔断，它根本没有地方进出啊。这边呢是悬崖峭壁，只有这边这一条小道呢，从这个远方去上到这个崖壁。那么这个大叔他是什么原因会隐居在这个山洞？那么他靠什么样来生存？因为并没有种植任何的东西，很多问题都是百思不得其解。本来呢想过去探访一下，但是实在是不知道从哪里过去，因为下面的赤水河把我和对面深深的隔开，要到对面去呢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即使去到对面呢，你也不知道从什么样的小道才能到他这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们觉得这个大叔为什么要隐居在这个山洞？他的目的是什么？他靠什么东西来生存？很多东西都是疑问。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在贵州六盘水。刚刚我从这个崖壁公路上把车开过来，说实话心里边还是有点怵的。下边就是万丈悬崖，路也比较窄，而且呢它的坡度比较陡，我相信很多女司机都不敢开吧。带你们去看一看。这一条挂壁公路呢就在北盘江大桥的一个边上。这个地方呢有一块这个功德碑，也就是在去年之前呀，这条公路是没有进行硬化的。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大家筹资之后把这个路面呢进行硬化，然后外面呢也做了一个围栏，所以说现在呢相对来说比以前要安全一点，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的险峻。大家可以看看下边呢就是几百米高的一个悬崖，深不见底，上方呢也是悬崖，公路呢从这里过，它主要是这个坡度也比较陡。这个位置的环境啊是非常的漂亮哈。这边就是北盘江的一个大峡谷，那么我们的这个北盘江第一桥呢就在这边，对面就是云南的犍威，这边呢就是贵州六盘水，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两地交界的一个地方。走，我们去那个崖壁公路上看看。这里有比较醒目的提醒啊，因为这个路比较窄，所以说你行车从这上面通过的时候呢，尽量都按着喇叭往前走，因为在中间的话，你是非常不好会车的。这一条崖壁公路呢，它主要是这个坡度也比较陡哈。大家看看这个下方真的是
万丈悬崖，非常之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崖壁公路的上方这些石头啊，其实也是有点摇摇欲坠的。所以说，不要在这个下面呢过多的进行一个停留。看看这些石头呢，都是有点松松垮垮的，对吧？全部都是缝隙裂开的。我们看一下这个下方哈，真的是很高很高。你从这儿看去的话，有点眼花缭乱的，确实很高。对面那儿呢，就是很深的一道峡谷。这条江呢，就是北盘江。那么你们看这里哈，有2个很深的一个大裂缝。对面那些地方呢，就属于云南了。现在呢，拦上的这个护栏呢，我相信从这里开车过的人呢，应该是心里边没有那么惧怕了。特别是以前这个路面又没有硬化，这个边上又没有护栏的情况下，说实话，你开车在这个路上真的是有点胆战心惊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些石头，我们看一看，这里实际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裂缝。那么这一个石头啊，这些石头看着都真的是不是很稳固啊。这一片林地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大块一大块的这种石头。这些石头呢，大多数呢也都是从这个悬崖上面若干年前这样慢慢的这个垮塌下去的。走吧，我一跟你们说着，我都有点害怕，我还是赶紧离开。这个位置真的很陡，你不注意开车都要打滑。我刚刚去走了一圈回来，我跟你们讲实话，走路在上面可能比开车更加的险峻，特别是心里面发怵啊。为啥呢？因为整个上面的这些石头啊都是摇摇欲坠的，很多都是这么宽的缝，而且你就像一个千斤的石头悬在你头上，你心里面是有点发毛的。所以说呢，还是尽量不要走过去啊，开车的话就直接开车通过好了。